Alright，大家好。今天我就来到 Tesla Malaysia 来试驾这一台最新、售价最亲民、最入门的 Tesla Model 3 Standard Rear Wheel Drive。因为这个 Standard 的它比 Premium 的便宜了21,400块。不久前我做了一支 video， 大概跟大家讲了它的 spec。今天终于有车子可以让我们去试驾。那我们都知道啊，从2026年1月1号开始，所有 CBU 整装进口来马来西亚的电动车都不再享有免税的优惠。但是 Tesla Malaysia 宣布 absorb 掉那个 tax， 不起价，维持原价。那在这个基础上还没有完， Tesla Malaysia 直接把 Tesla Model 3的入手价干到了147,600块起。因为回到2023年 Tesla Malaysia 推出改款版 Model 3的时候， Rear Wheel Drive 的 Model 3是从189,000起，然后 All Wheel Drive 是218,000起。那当年那个189,000的 Model 3 Premium Rear Wheel Drive 现在也只要169,000。但我现在讲的这个呢，就是比169,000再便宜21,400块的Standard 版 Rear Wheel Drive Model 3 147,600块。当然啦，一分钱一分货，那个是 iPhone 17， 上面有 iPhone 17 Pro Max， 那这个就是 iPhone 17e 或者 iPhone SE， 所以严格来讲它不是降价，它只是提供了一个 iPhone SE 版本的 Tesla Model 3。喜欢影片的没开始之前，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告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subscribe YouTube 频道 ，and let's go。那这个 Tesla Model 3 Rear Wheel Drive Standard 跟 Premium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它的整个车脚，包括轮圈、悬挂还有轮胎的选择。那首先呢，它这个是18寸的 Prismata Wheel， 它同样是一个 Wheel Cover， 不过它是封闭式的，它不像那个 4-ton Wheel 这样子是有孔。但是呢，重点是在 cover 后面的东西，因为你把它打开来之后，它就是一个 steel rim 铁 rim， 而那个 premium 的就是给你 alloy， 可以提供18寸或19寸，也就是讲说，如果你买到147,600块的版本，只有这个18寸的铁 rim with GT Control P10 的 EV 轮胎，这个 premium 版是给你 Bridgestone Turanza EV 轮胎，19寸是 Hankook Vetus Evo 轮胎，所以这个铁 rim 跟 Passive Shock Absorber 是这个 premium 跟Standard 最大的一个分别。所以你会介意这个东西吗？反正盖起来都看不出的嘛，是不是？我把它盖起来，它就几个 clip 进去而已。哇，先盖垃圾桶的盖一下。那除了刚才我讲到的那个18寸 Prisma 大轮圈之外，你完全没有办法从外观造型判断出这个到底是 Premium Rear Wheel Drive 还是 Standard Rear Wheel Drive 或者是 All Wheel Drive，Of course All Wheel Drive 有一个 badge 啦。但有一个东西你可以看得出它是不是这个 Premium 版，就是因为这个 Standard Rear Wheel Drive 只提供3个配色，标配是 Stealth Grey， 白色给多5000块，黑色给多5000块。但是如果你买到147,600块的版本，你不能够去选择 Quicksilver Ultra Red 跟 Marine Blue。蓝色、银色跟这个红色是 Premium 的专属。不过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买黑白灰的啦，还没。Alright， 我们都知道这个147,600块的 Model 3拿掉了很多设备，但有些是让你有感的，有些是让你无感的。我就讲那些有感的东西。首先有感的就是椅子呢没有 perforated 打孔，然后它也没有 ventilation seat 通风椅，然后这个是复合式皮革搭配 fabric 布料座椅，然后椅子要调整呢也没有独立的按钮，你必须要在荧幕里面去调整这个椅子的前后啦，椅背的倾斜程度，包括 lumbar support 都是在荧幕里面调整。再来呢，它不是 acoustic glass 双层玻璃，它是单层玻璃，所以坐上来的话通常我的车子它有 easy entry 嘛，所以你打开车门的话，椅子会退后，然后方向盘也会退后，就让你可以脚不会顶到方向盘上车。的打比它没有，因为这个方向盘现在是手动的，所以前后上下都是 manual 的，它就没有电动调整的方向盘。
如果以日本车的标准，你只有买到 Lexus level 的才会有 electronic 的这个 telescopic 调整啦，它可以自己用电子去调控前后 telescopic 等等，所以它可以让你在上车的时候容易上车，下车也更加容易下车。然后荧幕是一样的15.4寸，然后 Tesla OS System 没有影响。然后如果你要添加16千的 Enhanced Autopilot， 可以32千的 Full Self Driving 也可以，完全没有打折扣。唯一的不同就是它少了 FM 跟 DAB Radio， 就它没有 antenna 了。所以你要听 radio 还是可以有一个 tune in 的这个就是 online radio 啦，它没有那一种 physical 的 radio 的功能在里面。那再来的话，该有的东西都有，这个不是这个 theater 有 OK theater 里面一样 Netflix、YouTube 跟这个 Twitch， 没有 Disney Plus， 我的那个 version 有 Disney Plus 啦，后来 Elon Musk 不爽 Disney 有啦，so 它没有 wrap around 的 ambient light 氛围灯，环抱式的氛围灯它也没有掉，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它只有7个 speakers， Premium 9个 speakers， 双马达的有15个 speakers 加2个 subwoofer， 就是17个 speakers， 就这样子罢了。所以考量到它便宜的21,400块，你觉得值得吗？然后后面没有那个8寸的 screen， 是冷气出风口，调整上下2个 USB 的接口，然后只有黑色，就是只有深色的内饰，你不可以选择白色，只有 Premium 以上可以花5000块去升级白色的内饰besides that yeah， 所以首先呢这个 Model 3 Standard Rear-Wheel Drive 跟 Premium Rear-Wheel Drive 它们的动力数据是差不多，都是 6.1 秒到 6.2 秒，然后续航里程都是534公里 WLTP。Even 这个同样是18寸，不过它是铁 rim， 所以你如果选择买这个147,600块的版本，第一你不用担心续航力，因为你便宜的21,600块同样有534公里 WLTP，然后你便宜的21,400块0到100同样在 6.1 秒到 6.2 秒左右这样子。So 因为我要介绍这个车子，我有2个切入点，第一个就是 你知道吗？All-wheel drive long range 的 Honor， 我坐上来知道它少了什么东西，会不会影响乘客？那另外一个，我相信也是绝大部分这个 Model 3 Standard Rear-wheel drive 的 potential client 潜在买家，就是他们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开过 Tesla， 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Tesla。那对于这一些人，我又不能够用一个 Tesla 车主的角度来分享，因为对我来讲，很多理所当然的东西，对他们来讲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所以这个我 try to 照顾到这2个观众，这2种客户群OK，so 刚好有一辆摩托经过我旁边，那没有 Acoustic Glass， 我觉得这个声音至少是多了20到25% 体感啦。因为这个铁 rim 它主要影响的是车子的 unsprung weight， 就是簧下重量。车子分为簧上重量跟簧下重量，不是皇上驾到那个皇上是弹簧的簧 OK， 簧下重量。But 它会很硬，它没有这么 comfort， 路感很强，很 raw，但是胎噪声真的是很大，因为这个是ED Control P10， 然后我看到一个 EV 的 logo， 也就是应该是降低 rolling resistance， 比较适合 EV 车主用的。那除了这个 GT 之外再上去的 Model 3都是用就 Premium 的啦，18寸的话是用 Bridgestone Turanza EV， 所以这个 GT Direct 就是一个可以用的轮胎，所以那个胎噪声大，不轮胎你可以换的嘛，对不对？悬挂它的路感会更加的 raw， 就是怎么讲，它过滤没有这么强，特别是在 LDB 的尾段这边，你看咚咚咚。再来，车子经过的时候，它会影响你的这个行车体验就没有这么 premium 了，所以它就不叫 premium 了 OK 然后加速，这个是你最不用担心的东西，
even 我的 SOC 只有38%。大家都知道电动车，这个电池的 SOC 会影响马达的 output。如果你的电池在 sweet spot 大概60到80%，它会给你 full power。那如果电池低，它就会调整马达的输出这样子。But 根据 EV 的 database 来讲，这台车子都有283个 PS 跟420 Nm。So 147,600块有420 Nm， 然后 with Tesla 强大的 OS system，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得想的东西啦。就像我每次讲，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个 iPhone SE 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叫 iPhone 17E 啊。你一个最便宜的 iPhone， 你还是能够吊打很劲的 Samsung、很劲的华为、很劲的 Honor。In terms of 它的 OS，in terms of 它的这个ecosystem 等等，所以你买 Tesla 呀，我们知道电动马达、电池大小你知道吗？作业系统等等。不过我觉得买 Tesla 更重要的就是你买的是一个 ecosystem， 你可以用你的 Apple Watch 来启动车子，甚至连手机都不用带出门然后手机的 apps 非常的强，有 Sentry Mode，right？ So 147,600块就是价卖险别派 Lane Change， 我觉得我 feel 不到这个铁 rim 重了，因为你知道吗？瞬间扭力，你再重的东西 ，get 它就来了。说重量的话，我觉得还好，但是车子移动的话因为它的方向盘不能够调整你看我去到 OK， 所以你可以调整 acceleration。有 chill 跟 standard， 但是它没有 power steering 调整。我的车有3个 level 啦，我觉得它在最 soft 那个，这个太软了，然后轮子又有一点偏重，所以不是这么 sporty 啦，它感觉没有这么自然，比较 disconnected 一点点，已经很好了啦。我的意思是，只是你毕竟还是便宜，了21,400块，所以 Tesla have to do something 去 justify 为什么我要卖你这么便宜。So 加速，OK， so 因为 single motor 啦，也就是 rear wheel drive 的 Model 3， 本来它的 regen 都不 strong 的 ，compared to all wheel drive 的啦。So 它一样是 one pedal mode， 一样是不可以调整 regen level， 把这个可能你会需要提早收，因为它咬得没有那么紧，然后你才 brake。这个 brake 不能，这个 brake 太不知道，我还是 prefer 双马达啦。我觉得，因为双马达也真的不是很贵啦，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要进入比较烂的路面。直路的话其实你 feel 不太到这个整个车脚OK， 我们统称叫车脚我们有些人习惯讲，没有人懂什么是 suspension damping spring， 来讲车脚就懂车脚 OK， 车脚。少了那种驾驭感我指的是 compared to all-wheel drive So 如果你现在开着的车子是那些 Honda City、Toyota Vios，或者是 Mazda 3这类型的车子来讲，这个147,600块的 Model 3对你来讲，它绝对是一个升级。In terms of ride quality, in terms of handling, in terms of 车子的 package 里面的质感等等。So Model 3的 speakers level 有分3种，一个是7 speakers、9 speakers， 还有15 plus 2的17个 speakers， 也就是这个 all-wheel drive 双马达的。总之，只有双马达的 Model 3才有15+2的这个 speakers， 因为很多没有开电动车的人，很多没有开过电动车或者没有拥有电动车的人之前，他们没有在车上看戏，没有在车上看2个小时的电影，没有在车上睡觉的这个习惯。所以当你有这个需求，就很像昨天我出席了一场 event， 2-3点结束，然后我7点在同一个地方又有另外一场 event， 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我又不想要出去，所以我就坐在我的车里面待了3-4个小时，
我的 battery drop 了3% 4%，然后我看 Netflix， 我看 Disney Plus， 然后我用车上的这个 USB Type C 插我的 MacBook， 插我的 camera， 插我的 iPhone， 在里面做很多事情，在里面叫 Grab 来吃饭，做很多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啊，你看着 Netflix 的时候，哇，那17个 speakers 非常的重要。OK， 砰砰砰砰砰砰砰，打仗 blockbuster movie 的时候，那个就很重要了。那你讲你开车，很多人开车都不听歌的嘛，所以7个 speakers、9个 speakers、4个 speakers， 可能他们也不是很在乎啦。Even 今天 Tesla 有这么多 variant 了，有 rear wheel drive 750 km WLTP 的版本 ，even 有这么多版本啊，我还是觉得 all wheel drive long range 是一个最好的。那如果你买到 performance 啊，就是你可以主动分配前后扭矩分配，你可以 drift， 你可以轻轻松松就完成漂移 donut 的那个 Model 3 performance， 你大只可以20寸吧，它是 force wheel 锻造轮圈啦。我觉得 Model 3 all wheel drive long range 你可以选18寸，你可以选19寸，你可以选额外3个颜色，因为这个只提供3个颜色。呀，结论就是我觉得147,600块的 Tesla Model 3 Standard Rear Wheel Drive 价绝对没有问题。我想要这样讲，可是我又不可以这样讲，等下人家不爽。它已经是都可以打包日本车的 level 了 ，Put it this way， 147,000的这个 Model 3 Rear Wheel Drive 是日本车的 Premium。然后 Premium 版的呢，就可以动到 Continental Car， so 看你要什么东西。so 如果你只是初用日常代步，我觉得这个版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嫌了啦。因为我不懂啦，没有几个 Tesla owner， 就是没有几个 Premium Tesla owner 去买这个车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习惯了高配的 Tesla， 你看到这个你就会觉得我是绝对不可能会买这个 model 的啦，因为你已经吃过好料，你已经吃过山珍海味然后我再叫你吃罗蒂果松，你不可能要吃罗蒂果松的嘛，是不是？So 呀，还有什么东西我们继续在留言区跟大家讨论，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147,000的版本。So 我是最喜欢林根，记得 follow Instagram， 看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